大家好，欢迎来到凯瑟琳的日常骇客。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咖啡。咖啡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种饮料了。世界各地呢有不同的咖啡，关于咖啡的研究呢也非常的广泛和深入。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咖啡这个东西似乎是一个双刃剑。咖啡的健康益处呢是非常多的，有很多研究都有这个说明。但是呢，咖啡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呢，加州的法院呢就在一个诉讼案里呢，要求星巴克呢以及其他的咖啡生产厂家呢，在他们的咖啡上都必须要注明该产品有致癌风险的一个标识，就跟我们的香烟一样的。那是为什么呢？咖啡致癌吗？到底要不要喝咖啡？有什么要注意的？看过今天的视频你就知道了。Stay tuned。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希望你会喜欢。如果今天的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呢，请给我点赞、留言或者是分享。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请关注我的频道，就不会错过以后的更新了。那我们先说说咖啡的好处吧。咖啡里面呢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元素，比如说一杯也就是8盎司的咖啡豆里面呢，有每日所需11%的 B2%6%的 B5 2% 的 B1、B3 以及3%的镁、3%的钾、1%的磷。8盎司的咖啡豆呢，其实并不是很多。这些营养元素呢，虽然看起来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每天喝几杯咖啡下来的话呢，叠加在一起，这些营养元素呢，还是可以很可观的。不过最厉害的呢，不是咖啡的营养，而是咖啡里的其他物质，比如说我们最常听说到的咖啡因。咖啡因呢可以刺激大脑的功能，提高新陈代谢，也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呢有所帮助。甚至有研究表明呢，咖啡因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免于阿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症的风险。有研究表明呢，长期喝咖啡的人呢，他们患这个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呢，比不喝咖啡的人呢减少了65%，还是很高的。除此之外呢，咖啡还可以减少2型糖尿病以及肝脏方面疾病的风险，还有就是抑郁症的风险。也有研究表明说呢，咖啡可以使人更长寿。在40万个长期受访的人群中呢，他们的年龄平均是50到70岁，每天喝咖啡的量呢大概是4到5杯。最后研究表明呢，在研究期间呢，这些常常喝咖啡的人呢，比不喝咖啡的人呢，死亡率呢是降低了，平均是12%。我会把这些研究的链接呢放在视频下面的这个 comments 里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一步去深入的研究。那刚刚说的是咖啡的好处，那咖啡的问题在哪里呢？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呢，我们常常听到的，比如说咖啡会让人焦虑，会影响睡眠，有可能还会增高血压。这些似乎呢和每个人的这个个体差异呢关系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咖啡会有一定的上瘾作用，如果一直喝突然停下来呢，身体会觉得不舒服。除了以上的这些比较常见的咖啡的问题呢，我今天还要讲到几个呢是平时大家都没有特别关注的问题。首先就是咖啡的质量。其实咖啡的质量非常的重要，虽然喝的都是咖啡，那一种咖啡和另外一种咖啡呢差别还是很大的。先说说有机咖啡的事情。那有机咖啡呢也是在近几年的这个市场上呢越来越流行，品牌呢也越来越多，他们来推广这个有机的这个噱头。那到底是不是一个噱头呢？我之前讲过很多关于有机的视频呢，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去点击上面的链接观看。但其实在咖啡这件事情上呢，有机的理论呢还是适用的，也就是说有机的咖啡呢比非有机的咖啡呢在健康的优势上呢还是要高很多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化学合成物的摄入。那非有机的咖啡呢，在种植的时候呢会使用很多的杀虫剂、除草剂、化肥以及其他的化学物质，从而提高咖啡豆的产量。而这些化学物质呢，对人体呢是有很多负面影响的，不仅对我们的消费者不好，对种植者甚至我们的环境呢都是非常不好的。那由于咖啡的种植和生长过程呢，以及在生长周期中使用这些化学物质呢，其实呢咖啡是在市面上所有饮品里面人造化学物质含量最高的一种饮料。所以说有机咖啡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它不能使用这些人造的化学物质作为除草剂、杀虫剂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它生长的土壤和水质呢都是相对比较好的。那是不是有机的咖啡就一定是完美的呢？
也不一定，因为有机咖啡呢也并不能完全说明咖啡豆的质量。在质量上呢，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点呢，就是咖啡豆是不是有发霉，因为在咖啡豆储存的过程中呢，很容易有发霉的咖啡豆里是不是有霉菌以及霉菌毒素呢，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点。即使是有机的咖啡呢，也不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咖啡豆的烘焙呢，那我们就要说到下面这个关于加州咖啡致癌警告的问题了。咖啡到底是不是致癌呢？2018年的时候呢，加州的法院呢，在一个诉讼中呢，判决所有出售的咖啡上，在加州出售的咖啡上呢，必须要标明成分里有致癌物质。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它叫做丙烯酰胺 acrylamide。它其实呢是在咖啡烘焙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物质，这个物质呢是致癌物质。这个官司呢打了8年，它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呢，把星巴克以及其他90家咖啡销售的这个商家呢告上了法庭。那之所以他最后胜诉了呢，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叫做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Toxic Enforcement Act， 也就是加州著名的 Proposition 65。现在呢，我们知道的致癌物质或者是造成婴儿畸形的物质呢，有900种化学物质。那这900种化学物质当中呢，只要你使用的任何一种呢，除非你可以把它去除掉，否则的话呢，你必须在你的产品上标明，就像香烟里面的尼古丁一样，必须要标明。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民众或者是律师呢，如果发现在某种商品上没有标明的话呢，你就可以提出诉讼。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星巴克呢输掉了这场诉讼。这个诉讼案的判决结果呢，在1年之后被反转了，所以说现在在加州的咖啡销售商里面呢是看不到这个警告标识的。但是至于为什么反转了，这个就留给观众自己去猜测吧。这个丙烯酰胺呢，的确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对各个年龄段的健康来说呢，都是有危害的。当然了，这个危害的大小呢，要从摄入的量来决定。咖啡里的丙烯酰胺呢，它的含量差别还是很大的，不同的品牌的咖啡里呢，含量是有区别的。在2013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研究对42种咖啡呢，包括11种速冲咖啡，就是那种小杯子的咖啡，以及3种咖啡替代品呢，做了一个研究。那其中就表明了这种速冲咖啡，也就是这种小塑料杯的咖啡呢，它比这个新鲜的咖啡豆相比呢，丙烯酰胺的含量呢是高了1倍，而咖啡替代品里面呢，这种丙烯酰胺的含量呢是高了3倍。而且丙烯酰胺这个物质呢，不管是不是有机咖啡还是非有机咖啡，它是在烘焙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物质，所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在烘焙的过程中呢，在烘焙的前期产生的这种物质呢是最多的，到了后期呢，这种物质呢会逐渐的减少。所以说 light coffee 或者是 light roast 烘焙比较少的咖啡呢，比这种 dark roast 就是烘焙比较多的咖啡呢，含有更多的这个丙烯酰胺。那选择的时候呢，就要尽量的选择 dark roast。dark roast 呢，就是喝起来这个口味比较重一点。另外呢，就是要避免这个速冲咖啡和这个咖啡替代品，因为它们里边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呢比较的高。那既然讲到了速冲咖啡呢，我们再来讲讲速冲咖啡的问题。现在的咖啡呢，很多就是这种独立包装的一个小杯子，放在机器里面，你按一个按钮就搞定了。这个咖啡的质量其实并不高，它并不能够提供我们之前所说的这种咖啡带来的这个健康益处。而且呢，在这个小包装里面呢，通常都会有塑料微粒的污染，以及这个盖子上面的铝呢，在高温下面都会渗入到我们喝的咖啡里边，其实是一个很不健康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咖啡的制作过程呢也是重要的。用滤纸现煮咖啡，或者是尽量的减少咖啡加工的工序呢，比如说 Turkish 或者 French press， 就是比较好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用一般的滤纸做咖啡。那有研究表明呢，这个滤纸呢，其实可以把这个咖啡里边一种增加低密度胆固醇的一种物质，叫做 cafesto 呢，把它过滤掉。所以说用滤纸做咖啡呢，也是有好处的。总的来说呢，就是咖啡加工的过程呢，越简单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说一个咖啡了，它就叫做 decaf。decaf 呢，是因为有很多人喝咖啡呢，不喜欢里面的咖啡因，所以呢，聪明的生产厂家呢，就想出了这些好办法，把咖啡里面的咖啡因给它去掉。那你知道它是怎么去掉的吗？其实呢，这个就要涉及到呢，把咖啡豆放在化学溶剂里面冲洗。每冲洗一次呢，咖啡豆里面的咖啡因呢就会被溶解一部分，然后反复的冲洗呢，直到大部分的咖啡因呢被冲洗掉。咖啡因呢其实并不能完全的被冲洗干净，而且呢，这个化学溶剂呢也不是没有危害的。所以说呢 ，decaf 的咖啡呢其实是一种加工食品，而且是 heavily processed food。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是应该要尽量少喝。上面讲的呢大多是咖啡的质量问题，下面呢讲2个关于喝咖啡的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咖啡其实是一种利尿剂，喝咖啡是不能够解渴的。有的人说喝渴了喝一杯咖啡来解个渴，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咖啡喝多了呢，反而会导致身体更多的缺水。比如说像一些健美运动员，他们在上场之前的一段时间呢，为了要体现这个肌肉线条呢，就会喝很多的咖啡，把身体里的水分排除出去。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咖啡呢，其实是一种利尿剂、排水剂。所以说呢，咖啡呢不能够代替水。第二个要说呢，就是咖啡里面添加的东西 ，Black Coffee 就是黑咖啡呢，很多人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咖啡的味道其实蛮重的。所以说，大多数人喝咖啡的时候都在里面要加糖。另外呢，或是加 creamer 这种咖啡伴侣。另外呢，还就是像我们商店里买的这种咖啡饮料，比如说 Frappuccino、星冰乐，还有在超市里买的这种罐装的咖啡，在这些咖啡饮料里面呢，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添加糖的。那我们之前也讲了，糖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是很大的。本来呢，咖啡是一个很有助于健康的饮料，可是因为加了这些添加的东西呢，反而变得对我们身体不好了。那这个呢，也是在喝咖啡时候呢要注意的一点。那关于咖啡伴侣呢，其实咖啡伴侣呢，在市面上的产品里呢，大多数呢都是非常不健康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可以在以后的视频中呢再做介绍。总的来说呢，喝咖啡呢还是好处多，坏处少。适量的饮用呢，并且了解喝咖啡的时候呢，一些容易踩的坑呢，对我们的健康呢还是很有好处的。我知道你看过很多视频关于喝咖啡的，通常都是教你怎么喝咖啡装逼格，这个呢不是我关注的重点。如果你看过我的视频呢，对于喝咖啡呢长了一点知识的话呢，就给我点个赞，留个言，帮我转发。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日常小骇客呢，请点击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下次的骇客更精彩。